卡车大炮，买到就是赚到。客流量真的很大。那这个。11期间，作为游客大军中的一员，来到了呼和浩特。感觉这座城市有点像北京，悠久的寺庙，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和饮食，翻新的老街，还有略显拥堵的道路。现在阳光一出来，白天就还挺暖和的，已经把外套脱了。呼和浩特以前叫那个归绥嘛，归绥再往前呢叫归化，然后后来是在清朝中期规划城东5里，又建了一个绥远。这绥远你听这名字嘛，这远的地方也有管理嘛，所以它给城市起名叫绥远，因为呼和浩特这个地儿四通八达，哪块都能触达的。规划和绥远这2个城呢，就是有点像双子城、卫星城那种感觉。绥远规划是偏老城，绥远现在是呼和浩特的新城，但是呢，这个新城它也不像说现在很多全国各地城市都建新城区这个新城。呼和浩特的新城它已经是清朝的时候了。看一下呼和浩特的基建啊，这是在城市的北端。还没有进入中心城区呢，高楼还是挺多的。大城市规划绥远这2个卫星城，慢慢的就融合到一起了，叫归绥，也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。呼和浩特这个名字，它的意思就是青色的城。青色的城呢，就是说最开始建成的时候吧，这个城就用了很多青砖。就是青色，然后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呼和浩特北边阴山山脉那一段叫大青山，所以也是青色。现在是在高架桥底下走，你看它这个高架修的真的很宽，而且这很远，一直是高架。它有点像那个是不是上海那种外环高架呀？整个城市一圈都给搞起来了。呼和浩特蒙古族的东西有，回族清真的东西有，然后汉族的东西，像观音的庙宇这些也都有。它是一个多地融合的这么一个区域。大城市啊，因为找车位比较难了，已经绕了一圈了，再绕一圈吧。今天找的这个是一个大昭寺旁边的一个收费停车场。车位挺充足的，不过就是进停车场的路非常窄。停车场就是从这小口进来，确实很挤，而且对双向的口，旁边又停满了车，不好进，但里面空间是大的。你好，这是塞上老街是吧？不是9街，再往里的塞上老街。哦，它连着的步行街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呼和浩特前门吧，这是啊，对，也是啊，前门不也是修成新的了吗？也还万年不变的臭豆腐、蜜雪冰城、烤串、大鱿鱼。这种就是欢乐是吧？飞机卡车大炮，买到就是赚到。随便挑随便选啊，全场完毕，大清仓、大处理、大甩卖啊！我们送完了，送好多东西了，还是那个打卡是来护士。行，好，谢谢。你要从新快乐，新快乐，拜拜。行，好，谢谢。这应该是大学生，非常热情，挺好的。这边有好多卖蒙古观音的。现走热卖，买金送半斤。就这种路啊，它比较适合也就溜达。就是看看最新的小商品动向。对，感觉现在这种老街呢，同质化确实还是比较严重的。可能每个地区的这种老街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，比如说一些特色的品类啊，但是给我的感觉还是那种廉价的工业品，完全可以线上替代的。对，所以它线下没有一个很独特的那个稀缺性的感觉。然后我感觉这条街上卖的还有价格还都比较实惠啊。这前5个的小人家是对，它相当于把那个线上加上点门店钱，这就卖了。皮雕画，这是本地特色的。买了个小杯垫，皮的。要数最火的还得是蜜雪冰城啊！
啥都不好使，必须降级。来呼和浩特老街旅游必吃广东大排档，必须的。该说不说，这一块儿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啥？塞上老街。老街，对。这一块儿这个客流量真的很大，空气中弥漫着这个章鱼小丸子的味道。刚才是步行街，这边是塞上老街。不过真的全国各地都一样，可以说是漠南小丽江啊，这是。不是所有城市都有夜生活的，你就吃饱了晚上总得溜达溜达嘛。对。这个老街也是焕发着勃勃生机啊，全是这个现代化啊。就是假设让你运营这个老街，你啥思路？我觉得应该会很痛苦。就是假设你找来一些，比如本地的老字号，首先本地的老字号真正存活的可能没多少，你给他们叫过来，然后你像现在这些游客，可能也就是这些，对吧？其实大家无所谓你是不是真的老字号，对，10块20、30、50，对，应该他们也会很痛苦。如果我是运营这条商业街的人啊，我觉得现在这状态真的还可以。对，人多，对，而且东西说实话真不贵，你要和其他的商业街比。对，虽然我还挺那啥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算成功的，因为你像这么多这个客流量，对吧？大家还都是买点东西，5块10块的，但是人多呀。对，小商户他花了这租金，他能卖出去，而且还有不少人，我觉得买完这些东西，他是确实是发自肺腑开心的。对，这个就目的就达到了，所以就不用多想，对吧？过程中可能看，哎呀，觉得这个全国各地同质化很严重，怎么着的，但是我觉得就是需要这个过程的。你又挑啥了？啊，我估计啊，这家理发店是这条街上唯一一家老店，我觉得。可惜我是出来之前刚理的发，要不我绝对去理消费了。看石头是吗？阿拉善奇石，5块钱一个，这咋个起法啊？你挑啊，你给切吗？这个确实是老东西，这我觉得上1年了，这得。你有吃过石头巧克力吗？没有。有一种巧克力外面就是包的石头层的那种糖皮儿，对，跟这个很像。正经老东西，这是。月亮出来了，月亮睁开美丽的眼，轻轻对着我瞧，好像对我说，月光是它多情的话语，无声无息地说。The next morning， 停车场这个背面是一个小学，然后虽然现在是假期，但也有小朋友在这儿练足球。今天阳光很好。停车这地方离大昭寺很近，加上大昭寺、五塔寺，还有那个叫吉利福昭吧，离得都很近，都是偏藏传佛教的，所以先往那个方向走一走看看。现在是在呼和浩特的玉泉区，玉泉区呢就是属于它老城区里面的其中一个区，然后呼和浩特市区应该是4个区，西边的2个是回民区和玉泉区，就是老城区嘛。新城区那边就是新城区和塞罕区吧，偏东的位置，因为绥远是在东边嘛，规划城是在西边，大概是这么一个划分啊。如果说的不准确的，我觉得本地的朋友可以指出。然后现在在呼和浩特这边，体感温度明显比前2天要升高了一些，温度也暖和了。就是主要的原因是这边呢是，像昨天说，它是在那个阴山山脉，也就是呼和浩特北边那个大青山南边的平原。所以从北边吹来的冷空气，有很多都是被那个阴山山脉给隔住了，所以这边加上本来就是个平原，河流、水草都比较丰茂，地理条件比较好，然后它相应的这个天气气候
就会舒适宜人很多。就今天所有的城市都升分了，是吗？所有城市前2天都降温。你装什么有学问啊？那这个好吧，我还以为我这是按地理的这个角度分析的很对呢。也有它的道理。相当于昨天晚上这个舞台就是在大昭寺的门口啊，搭出来的。那你佛教净土门口还有 DJ 在动次大次的，挺好，与民同乐。线下还是可以买到票的。准备进去了，这是第2进了，出来了，发现人确实不少。11的感觉，这个是不是呼和浩特建成的那个涵啊？大涵？对，就是阿拉坦涵，选呼和浩特这地方建规划成的。从大昭寺出来，东北角就是习力图昭。这个习力图是一个上师吧，应该是几世达赖的老师。然后昭呢，就是在蒙语就是寺。所以这个寺就是以这个老师为名啊，这么一个比较尊敬他的一个寺庙啊，这么一个概念。这个挺好，民族的老艺人有市场了，然后也能吸引一些人流驻足消费。把我的寿命沾一沾呐！那老道说，先生让我算寿命，我又……这边好多烧麦店呀，各种烧麦，有点像昨天卓资山熏鸡那一大排似的，全是烧麦。新葡京还有这业务呢。五塔寺这边刷身份证就可以进，免票。最知名的就是最后的那个塔身上面5个塔，这就是五塔寺，这是托塔天王，真实结构，然后也有小的琉璃檐，一层一层的，上面顶着5座塔，仿照印度的清代的砖石结构。就呼和浩特，我发现它的公共卫生间都不能叫卫生间了，它确实起名叫便民服务站。然后里面呢，当然厕所有，包括微波炉啊，一些充电的设备，都有，这很方便。就是它城市的卫生间是做成了这种，小的社区的服务点，弄得很整洁，就是有专人去。很及时的去清扫打理，这一点确实是很方便，感受不错。中午吃这家鄂尔多斯风味，也是蒙餐，还点了一个伊蒙烩菜，就是应该有点像东北大炖菜似的，白豆腐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凉菜，这是跟东北菜很像，也是那种五花肉片，而且以肥为主。这个酸菜呢，就是和东北的酸菜不一样，应该是更贴近于南方的那种酸菜，老坛酸菜的那种酸菜。还找一个大肥肉片，除了酸菜和肥肉之外，就是土豆，土豆就是炖的很粉烂的这种，比较糯。这个 carry 啊，它纯图新鲜，走路不到10分钟的路，他要租这个共享电动车，真闲的。不等他了，我先走了。我走了，我先开走了。快骑吧，看着路啊，慢点啊，你别摔了。前面左拐，然后一直走。拜拜。真是闲的，走路6分钟，开车我估计他也差不多5、6分钟，因为开车要等红灯嘛。走路这种当然也要等，但是机动性比较好，对吧？这电动车骑的还没我走得快呢，我这溜达都比你快呀。后续的路线呢，
其实是会经过黄河。那黄河的话，它会有山西和陕西2段公路都可以去看黄河。研究了一下，可能一开始是先从山西这一段进入会比较好一点，然后过程中陕西也会经过，但基本上就在黄河沿岸吧，或者说榆林那个周边的小县城，就回去收拾一下，可能就要出发了。我现在已经回到车这块了，还没看见它呀。这电动车骑的，我靠，比我走的都慢。白天这车位又满了。